5年前，我遇到了他。5年以来，我一直默默地追随着他的脚步，希望有一天能走到他的身边。可惜的是，这么多年来，他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好像都是自己在一厢情愿。我慢慢渐渐明了这所谓的黑假，也可能是缘分，也可能是我的诚意确实打动了他。他现在还是来到了我的身边，跟我在一起。但是我总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我只追到了他的人，却始终没有追到他的心。我真的很想知道，什么时候我才可以追得到他的心。最后落幕的代表，用淡忘做句号。追了5年，说只是追到了人，还没追到心。老师，你们能帮助这小伙子把这姑娘的心拿走吗？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刘28岁，来自山东，是一名个体；女嘉宾小董22岁，同样来自山东，微商。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我先问女生一个问题，你不介意啊？不介意。你的心给他了吗？我觉得给了。你为什么会觉得人家没把心给你呢？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小事儿让我感觉他离我还是特别远。短片里面说认识5年，对吗？对。在一起多久？2年。等于追了3年，在一起2年，到现在还觉得姑娘人跟了你，心没跟你，是这意思吧？对。那咱从哪儿说起呢？这么大的跨度，还是从5年前吧。就是一见钟情，在公司里嘛，然后见了一面，觉得姑娘挺好，我就开始追她，然后追的这个过程显得就比较坎坷。有一次她过生日，因为以前约她去干嘛的话，老是被爽约，我就提前1个月打的招呼。那个时候你们应该还不是男女朋友是吧？对，还不是。后来呢？结果还是被爽约了。怎么了呢？我就当时有个朋友来嘛，男朋友女朋友啊？男的，就是同学嘛。因为他那天晚上就有时间，他第2天就要回去所以说给我赶个生日，然后我就答应他了嘛，我就去了。不是，你不是1个月之前就答应了人家吗？是啊，但是他就那天晚上有时间，第2天就要回去我天天都可以见到他，为什么就是说必须要那天呢？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至少我提前我也打好招呼了，你应该跟那头说一声，是吧？我这个约了朋友了，你看是怎么着？你后来做了什么？反正我挺心灰意冷的。当时我知道就是我做的有点不对嘛，但是第2天我也补偿他了，我就请他吃饭嘛，因为我知道有点对不起。他去吃了吗？去了。更没骨气的，要是我一定不去。没有，当时我那个状态，别说请我吃饭了，可能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也兴高采烈的。你就给他道歉了是吗？对。那你们俩什么时候明确的关系呢？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出差嘛，他就是陪我去，然后我挺感动的。是2个人凑巧出差还是？不是，他陪我，就出了一趟差就好了。就是对他有一点好感嘛。才有好感。我觉得是基本上确立了这种关系，他也是基本默认默许了这个关系。他是怎么默许的呢？就可以牵手一块逛街嘛。后来回来了嘛，回来之后的前几天吧，那种感觉都还在。但是过了没几天就变得突然很冷漠。我记得有一天给他打电话了，老是打不通。下班之后呢，我就赶紧跑到他楼下，我去看看他在不在家或者怎么样。他不在家，我下楼的时候吧，正好看着他带着一个男生往楼上走。那我带着朋友去家里聊天不行吗？那个至少他是一个异性，而且他也不是普通朋友吧？前男友就不是朋友了是吗？都已经分开了呀。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是有点触碰到我的心理底线，这种情况我是不大能接受的。跟他分手了是吧？我其实那个当时我看他那个样，我就是也是心灰意冷了。他都那样了，我就走呗，然后我就去南方打工。你走了？对，离开公司了。对，因为家庭也有原因嘛，然后我就去南方工作了。在这1年当中，就是我觉得工作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也交了一个男朋友。但是我俩性格也不是特别合他对我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就也不想在那边待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就意思说我回来了。其实我想让他看一下，
他又没回我。后来我就发索要红包嘛，我就说那个天太热了，给我1块钱，就是那个买个冰棍吃吃。这次等于你主动了是吧？对，我就是群发的嘛。他主动给我发过来这个索要红包，我知道是群发的，但是开心，因为他主动给我发消息了，然后就从那儿开始聊嘛，然后几乎每天都是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这就算是男女朋友了吧？其实还没说，然后家里也着急我这个对象这个事儿吧，父母就给介绍。我为了不让他们操心吧，我说我有对象，当时我就说的是他。既然说了嘛，我觉得我得家里负责，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跟我爸妈都说了，要不然你就跟我在一块儿吧。我就答应了嘛，因为我觉得他也挺好的。这就算确定关系了是吧？对，有情人终于变成了男女朋友啊。但是我俩现在在一起2年了嘛。之前是挺好的，到后来就是我越来越发现特别唠叨，就是一点点小事，就是一直说我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他就翻出来说，就是说现在我的手机都不是我的了，就直接是他的了，只要一来短信，就他第一个看，然后问这问那的，就是一直管着我，我感觉就喘不过气来。就是当时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就问我在干嘛，我就回了他一个那个害羞的表情。他就问这谁呀？怎么样？就开始又来了。主要是有太多的异性朋友干预到他的一些私生活当中，比如说他做微商嘛，他肯定会给一些顾客发送一些东西，在网上还好，但是实际去见这个客户的时候，有一次就约到酒店去见，单独。你咋知道的？他一直看我手机嘛，因为他知道就是约我的是我的老师，我跟我老师挺好的关系。然后因为他有点胖，我做的是瘦身产品，需要按摩，然后他就让我去酒店嘛，就是给他按摩一下嘛。这为什么不能去家里呢？对呀，我觉得这个东西去哪都可以吧。因为他下午有事，就在学校旁边。这个东西吧，正常的男朋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都能理解。虽然说是他曾经的老师，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男性，而且就单独把他约到了酒店去试这个东西。他就比较小，他这种事情他可能没有想那么多，经历过一些东西的话，都知道这个事情还是要去注意的，对不对？本来我跟老师关系很好，然后你偏要跟我去了之后，我老师就对我态度就是感觉你怎么一点都不相信我，我就是试验一下嘛，看看好不好用，因为他也是做美容的嘛，就说给我推广一下，就这样就感觉我就是不相信他。去了酒店之后，只是单纯的我相信你，但是不一定相信别人啊。后来呢，东西没卖成。对，然后就是我感觉就是很大损失。再就是我以前有朋友嘛，就是追我，但是我跟他表明了我现在有男朋友，他就说你必须要把这个人拉黑。那个男生他这前前后后跟你表达这种意思也是有10几年的时间了，对吧？10几年了，很小的时候就在一块上学嘛。哎呀，只是朋友，我觉得他离我很远，就聊个天而已，又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就感觉我好像背叛他了一样。听明白了，男生害怕别人像他一样锲而不舍的追求，女生跑了。那我就想问问哈，一直在说我到了这个岁数啦，我要结婚，我到了这个岁数啦，我要怎样？你这个不是一天一天的岁数到这儿了吗？对，娶回家就得了呗。是啊，就觉得没有这个安全感，我就跟他提出这个事儿了。反正我现在是不想结婚，因为我现在还小，我还没有，就是说工作也没有稳定下来，就是心还没定下来，我现在就不想结婚。他老是说他没有稳定下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有点太含糊了。就是你怎么叫定下来？现在我妈妈在国外你母亲在国外？对，但是我妈就是想让我找一个就是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就是符合就是她的条件的。但是现在她就是不符合我妈条件，我想等我妈回来之后再解决这个事情。你妈妈没见过她？见过。喜欢她吗？还行吧，就是一般。还行吧，一般。我听这意思是不是你想逼婚呢？今天不是逼婚那个意思，我觉得毕竟是认识5年了嘛，各个方面也都知根知底儿，而且我觉得我是在他心目当中，我应该也达到了一个可以去成家的这样一个条件。明确一下，你今天是来收他的心的，还是今天说我要把你娶回家？我是想把他娶回家。我不是来收心的，还是来收人的是吧？我觉得可能成家了之后，我跟他之间的这种安全感可能也会比较确立一些。女生不愿意嫁他是吧？我现在感觉时间还不到。那大概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我不说跟这小子啊。5年
左右吧。是他吗？我想跟他结婚。想。对。那什么阻碍你现在不想跟他结呢？因为我现在工作没定下来，我不想就是说什么都没定下来就跟他结婚，我觉得太不靠谱了。好了，老师们看怎么办呢？这一对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孩，其实这个男人对你来说根本就没有达到理想中男友的标准，我说的对吗？差一点。差哪一点呢？我觉得性格上。只是性格上吗？我觉得可能哪方面都差一点。是。外形上差一点，性格谈吐上差一点，幽默感让你动心上差一点，家庭条件上也差一点。这个哪儿都差一点的男人，你跟他在一起干嘛？其实就这2年之内吧，他挺好，对我挺好的。就他哪儿都差一点，或者说没有哪儿都比他好一点，都满足你条件的男人出现。所以退而求其次，找个差一点的总比没有强。不是。你也不是没找过别人，发现那个差2点，这个只差1点。而且他最好的一点是他不离不弃，这一点弥补上了他其他方面的差一点，但是他绝非你的理想。不是，我觉得我挺爱他的。你挺爱他，怎么还会和前男友纠缠不清？没有纠缠不清，就是一些朋友在一起。妹子，你是一个不太懂得拒绝男人的女人，或者说你可能挺享受被男人追求这种感觉，哪怕不接受，但是这种感觉挺好。我只是不好意思去，因为我觉得拒绝的话，你就是一个不会说不的女人，给自己惹了一身的麻烦。一个不懂得拒绝的女人很难得到一份完完全全的爱。我问你啊，你觉得你是爱他的吗？是。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我不见得配得上，但是我一定会去努力。除去你刚刚说的这个，你认为条件上客观的认知，你相信他吗？我相信他，我也想相信他。他根本就没相信我。这是他的感觉哦。女生觉得你根本没相信他，所以我想请你很诚实的说，你信他，还是你只是想信他？你回答不出来。我想要告诉你，如果你不够相信他，那么你认为婚姻能保障什么？你知道那张纸、那个约定，或是那个隆重的典礼，真不能保障任何事儿。要变还是会变的，要跑还是会跑的。婚后再跑的几率跟婚前离开的几率，其实并没有谁更高一点。婚姻不是保障你们安全性的一个枷锁，除非你真的信任这个人，要不然我衷心的建议是，先不要急着跟这个你不相信的人结婚。我要来问女孩的是，为什么你选择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他对我很好。只是因为他对你很好吗？真想不起来任何优点吗？有，说2个。对我很体贴嘛。好，我想说，没有安全感到底是对方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呢？双方可能都有，可能我的责任会多一些。女生，你觉得他没有安全感是谁的错？他的错，他不相信我。我认为你想错了，安全感是2个人的责任。如果你真的像你说的一样，你是欣赏他的，觉得他优秀的，想嫁给他的，想依赖他的，那么让你的男人这么没有办法感觉到你的心在他身上，你也要好好反省。你们2个都有太多要继续改进跟加油的地方。我觉得男方就是太认真，女方就是太不认真。在爱情生活当中有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自省。一定要有自己的自省能力。当你们之间的行为模式已经变成了一个是一天到晚付出，一个人是一天到晚索取的时候，这就形成了彼此价值的需要。当然应该自省一下，但我们看不到女生的自省，男生在自省的这一步已经跨出了第一步，你没有。你凭什么值得别人信任？我相信你没干什么，但是一旦有了恋情，就等于你自愿地放弃了和别的异性更随意的交流的这种自由。但你没有反省，你一直在埋怨，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是，浪漫是必要的，但一个人长久的付出，这种品质更加适合家长里短。
这个男生对你所有的好并不构成爱情的唯一条件，他是个好邻居，是个好大哥，是个好同事，但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爱人。在你的心目当中啊，你会觉得不是一个好爱人，因为他给不了你内心真正想要的悸动感觉，否则的话你也不可能转悠了一大圈又跑回来找他发个红包。他适合生活，不适合恋爱，但他就是他。你如果真的觉得这一点是真的不可能，只是觉得他是个好男人的话，你放过他吧，就这样。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笑笑，我今天带你过来，就是想要解决问题的。确实可能以前你小，我也不大，很多东西都没考虑好。今天这么多老师给咱们讲了这些东西，我觉得确实提到了，尤其是我很多不足的地方。我真的会付出所有，不再把它像老师讲的当成一个游戏去做，认认真真的跟你这条路走下去。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想一想吧。两位请回吧，谢谢。就是一段5年纠纠葛葛的这个恋情，现在男生想结婚了，女生却犹豫不决。来，请关门。算了一下，女生实际18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跟这个男生接触和认识，因为他今年刚20出头嘛，年龄很小嘛，一个跨越5年，而男生是从23岁的一个青葱少年往30而立这个阶段走。其实双方把那个特别青葱的那种对爱的认知的所有东西，好像都放在了彼此之间的纠葛上，分起手来或许还难呢。来看看他们自己的抉择，请开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开门。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这不是他第一次走，在你的生命里，你有什么想跟他说吗？我不想一个人走，我今天带他过来呢，我就是想跟他解决问题的。啊哈！经过老师的点拨，我不会想到他没出现在这儿。我想请您，请各位老师，你们就给帮忙，能不能帮我说一说，让他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给我讲一讲。我也刚刚讲了嘛，我会改。不是，你别跟我们说，你跟那姑娘说，还在那儿呢，我都看得见。你跟她说。我说了，我愿意改变我的一些东西，哪怕可能你觉得现在我唠叨，我去改。然后如果你觉得我现在逼你逼得太紧，我愿意等你。我就希望说我认准了这个人，我就等你，就一直在等着你。我希望您能回来，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有什么要求。你言简意赅，你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认准了，一辈子就是他了，你不对啊？对，那你对他说呀。笑笑，你回来吧，我就在这一直等着你。啊？好嘛。这姑娘要不回来，我们也下不了班了，是吧？我请老师，你能不能……姑娘，你先回来，好吗？来，大家鼓励一下这个女生。来，回来。啊，就是离开了转门还能这么留恋的，就是还有一些东西在嘛。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走了又回来，好不好？我不想结婚，我怕我上来之后就是他要结婚啊。我现在我也很纠结。但是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对，还是想跟他在一起。哦，就是我要跟你在一起，但是我不承诺一定嫁给你，是这意思吗？不是，就是要再等一段时间。大概等多久？就近几年吧。等谁？等什么？啊，我这也太像逼婚了！你看，我这，唉。女孩，你得问问自己的真心，因为这个舞台不是儿戏，不是上就上，下就下，离开就离开，回来就回来的，你明白吗？这个男的很明显的他是很执着的，所以你要问问自己，你现在回来这个舞台，你很清楚的心意是什么？你们愿意在一起，我们也就祝福。如果你们真的没有对爱那么认真，那么也不要轻易的答应他，承诺他，你对他认真才是尊重他，可以吗？其实我想跟你在一起，但是你逼我逼得太紧了。
你提到很多毛病，老师也讲了，我太啰嗦。行，我不啰嗦了，我愿意等你，我愿意等你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咱在一块儿步入婚姻的殿堂，行吗？行，谢谢你们，谢谢，请回，请回。谢谢老师。